我刚到加拿大时，有一次在超市结账，收银员一边扫码一边抬头问了我一句话。我当时大体明白他是在问我要一样东西，但具体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又不好意思问，就含混地说了一句 No。 一直等到收银员扫完所有的商品，我才反应过来，他其实在问我有没有积分卡。你在德国超市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呢？ Sammeln Sie Punkte? Brauchen Sie einen Kassenbon? Tüte dazu? 面对这些问题，你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不知道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语法题可以拿高分，怎么一到了超市这种最简单的场景，我们却瞬间卡壳了呢？今天莫兰就带你深挖背后的3个原因，再给你3个立刻可以用的开口锦囊。你可能以为自己开不了口是因为不会说，但其实第一步往往卡在没听懂。你说什么？一进入真实场景，很多人就会不自觉的紧张，心跳加速，注意力下降，大脑甚至直接断线。哪怕是你平时完全认识的字，当下也可能一个都没听进去，然后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听不懂，不知道怎么回，就更紧张。所以你开不了口，真的不一定是因为德语不够好，很可能只是因为你太紧张了。第2个原因是语言差异。中文靠语序，变化很少，德语却要变格变位，语序还不固定，结果就是你还在变格变位，而对话已经结束了。问题不是你不会，而是你在用做题的方式说话。第3个原因很扎心，你学的德语和现实里的德语不一样。教材里是 Möchten Sie eine Tüte haben？ 但现实中收银员只会说 Tüte dazu， 又快又短。如果你没有听过这种表达，大脑是来不及反应的。那怎么办呢？第一招很简单，听不懂的时候直接说 Wie bitte？意思就是请再说一遍，不要硬撑，也不要乱猜。你以为这是丢脸，其实恰恰相反，这是你开始真正交流的第一步。第2招，提前准备高频表达。既然中文跟德语差别这么大，那我们就要有意识的去改变自己的表达习惯。而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做一些机械式练习。比如在超市，对话其实就那么几句，提前练熟，他们就会自己蹦出来。这样你开口的时候就不用一边想语法一边说话啦。来，我们练习一下，请 Dirk 做收银员，你来回答。准备好了吗？开始。 Sammeln Sie Punkte? Nein, danke. Brauchen Sie einen Kassenbon? Nein, passt so. Tüte dazu? Ja, bitte. Nein, danke. Zahlen Sie mit Karte oder bar? Mit Karte oder bar. Schönen Tag noch. Gleichfalls。 如果你也发现自己还没开口就想语法，那你不是不会说，只是还没有练到位。像刚才这些表达，其实可以通过反复接触，慢慢变成你的肌肉反应。在我的频道里，像邻里聊天、职场交流、small talk 这样的场景，你都可以跟着一起练，慢慢的那些表达就会自己长出来。第3招，不要每个词都听，只抓关键词。现实里的德语和教材不一样，所以你不需要每个词都听懂，而是要抓住关键词。比如在超市，听到 Punkt 就知道在问你要不要积分，听到 Kassenbon Beleg 就知道在问你要不要收据。关键词就是你的信号灯，
抓住他们，你就知道对方在问什么了。如果你也曾因为超市的一次卡壳而怀疑自己的德语水平，别担心，那不是你的错，只是我们需要换一种实战的大脑模式。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最让你尴尬的场景是什么？是看病、签合同，还是和邻居寒暄？如果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记得点赞订阅。我是木兰，我们下次见，Bis bald。